的真容是丑是帅？草帽团的第11人是谁？还有最强恶魔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看完《海贼王》1130话，答案全部揭晓。首先是草帽团的第11人是谁？可以100%确定就是薇薇公主。罗宾在报纸上发现，武当路飞的手臂上有个 X 符号，那是早期草帽一伙和薇薇公主的约定，也是代表着同为伙伴的标志。当下薇薇正好与摩根斯待在一起，不出意外是他在报纸上给路飞的胳膊留下了伙伴的标志。艾尔巴夫的冒险完结后，路飞必定会去救薇薇公主，带她上船成为伙伴也是必然。其次是伊姆的真容是丑是帅？当年尾田在画凯多剪影时，从外形上看是一个丑陋的嘴脸，没想到凯多真正登场后，却是一个十分硬汉的帅气外表。还有巨人族的王子洛基，在大妈的回忆中是一个长相憨憨的肥宅模样，很像是地主家的傻子。可是洛基在漫画1130话登场时，却是一个帅气硬派的男人。现在压力就给到伊姆了，每次他出场都没有露出正面，从轮廓来看应该是很帅气。尾田喜欢用反衬的手法，难道说伊姆的真容会很丑陋吗？如果你想亲自探索海贼王的刺激冒险，可以下载左下角的游戏魔方航海梦。草帽团经历的每个篇章都已经开启，快点选择你喜欢的角色，带着你的伙伴一起加入战斗。最后就是洛基吃下的果实，据说是巨人族世代相传的神级果实，具体有什么样的能力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它为能力者提供了强悍的实力。洛基靠着这个恶魔果实，居然能抗衡整个艾尔巴夫的巨人。海军给布洛基和东利2人的赏金都达到了超高的18亿贝里，也能衬托出巨人族强大的战斗力。洛基需要所有巨人一起上才能抓住，说不定他所吃下的传说果实就是当今最强的恶魔果实。而且洛基自己也说了，他是拥有毁灭世界力量的太阳神。时隔1年的伏笔终于揭开，黑胡子放弃甜甜果实，并不是害怕冥王雷利。当时还有2位大将级老太婆在九蛇岛，七武海制度废除后，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来到九蛇岛，目标就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据说那是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除了能让敌人瞬间石化外，还可以变成传说中的海妖美杜莎。当时海军也抵达了九蛇岛，为了抓捕汉库克，出动了2名炽天使。汉库克也没有束手就擒，将黑胡子的2个手下与海军一并石化。不过自己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梗，随时随地都可能丢掉性命。就在此时，雷利来到九蛇岛，释放霸王色霸气，震慑在场的所有人。他让黑胡子给自己一个面子，放开汉库克，然后乖乖离开九蛇岛。黑胡子不想失去2个小弟，放开汉库克之后，将科比抓回了蜂巢岛。有不少海迷认为，黑胡子之所以选择离开，是畏惧冥王雷利的实力。当时黑胡子的2个手下被石化，杀掉汉库克会面对3股势力的围剿，冥王雷利外加海军和九蛇海贼团的人，黑胡子一个人很难安全逃走。不过事后雷利说自己老了，打不过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当时的九蛇岛还有2位强者会参战，他们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一位就是雷利的女伴夏琪，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当初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暴露身份，卡普就评价过夏琪的实力，强调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即便海军中的老将遇到他也得小心。如果夏琪和雷利一起攻击黑胡子，即便他有2颗恶魔果实也是赔。另一位也是夏琪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叫古罗利欧萨，也就是杂婆婆。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位老太婆，她年轻时候的战斗力绝对能匹敌大将。想当年杂婆婆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能与白胡子和凯多这样的怪物混在一起，杂婆婆的战斗力必定不会弱。黑胡子之所以放弃汉库克的甜甜果实，一方面是对雷利有所忌惮，另一方是害怕杂婆婆和夏琪，这2位传说级海贼才是他的最大威胁。加特的真正实力终于被公开了，曾经抗衡过4皇级强者，妥妥的大将级水准，被誉为海军英雄的中将卡普，身边一直跟着1名副官，他就是博加特，一个不怎么说话的剑士，战斗力也一直是谜。有不少海迷认为，能陪着卡普四处征战，绝对是1顶1的强者，毕竟卡普的对手都是顶级海贼，博加特没点实力也不可能活下来。去东海押送父皇蒙卡的时候，博加特就展示过非常强大的气场，见到卡普被蒙卡一斧头砍倒在地，立马做出拔刀的架势准备战斗。后来帮助卡普调教科比和贝鲁梅伯，表现出的实力也不输任何中将。想当年卡普擅自行动追捕罗杰，博加特也敢站出来呵斥卡普不要乱来。不过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去蜂巢岛，博加特的表现却让人非常失望。卡普用1拳银河冲击毁掉一座城镇，又将大将亲至1拳打入海底之下，被溪流偷袭贯穿身体之后，依旧能拖着重伤的身体一招击溃恶政王。当卡普被亲至等人围攻倒地之后，一度认为博加特会站出来救场，很可惜他并没有将卡普救走，而是带着 SWORD 小队撤离了蜂巢岛。博加特身为卡普的副官，前期的镜头很少，作为边缘人物也能理解。不过在海贼王漫画1096话中，洛克斯和罗杰同时前往神之谷开战，卡普也带着海军参与战斗，博加特就在其中，而且表现得特别英勇。当时参战的洛克斯海贼团旗下成员有凯多和大妈等，都算4皇级强者。
还有罗杰海贼团也都是强者。冥王雷利和贾巴的实力也不会低于4皇。博加特在神之谷大战中全身而退，战斗力不会比当年的雷利和凯多差很多。如此来看，他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只可惜尾田没让他在蜂巢岛表现出来。阿格的往事全部公开，当海军的时候暴揍过赤犬，路飞的母亲也要登场了吗？作为海贼王中最神秘的人，多拉格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恶魔果实能力没有公开，悬赏金有没有50亿贝利也不清楚。不过从漫画1097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很多关于他的往事。多拉格与路飞不同，很听老爸卡普的话，早早就成为一名海军。曾经有海米推测多拉格是海军，万万没想到多年后居然成真了。海军中将和大将的代号都是用12生肖的动物加一种颜色命名。多拉格当海军时的称号可能就是苍龙，职位不是大将也是中将级别。从年龄上看，赤犬与龙是同一时期，也应该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当初路飞去马林饭多救艾斯，所有人都称呼他为草帽小子，只有赤犬在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的小命。尤其是在路飞释放霸王色之后，赤犬干掉路飞的执念更加坚定了。赤犬如此嫉恨路飞，很可能是被龙暴揍过，担心路飞成长为龙一样的强者。不过多拉格发现海军坚持的正义与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并不相同，于是果断辞职加入义勇军。24年前罗杰处刑时，他也在现场观看。22年前奥哈拉被摧毁后，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邀请贝加庞克当伙伴，遭到拒绝后，他告诉贝加庞克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几年后，多拉格与伊万科夫相遇，加上暴君熊和金妮组建了革命军。在这段时间里，多拉格遇到自己相爱的人，并生下路飞交给卡普看管。后来多拉格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12年前回到故乡东海的戈亚王国，救下被天龙人炮轰的萨博后，将他带到革命军培养成参谋长。2年前多拉格在罗格镇出现，一道闪电从巴基的刀下救走路飞，又挡住斯摩格抓住路飞，让草帽团顺利出航去追寻他们的梦想。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击败明哥后，革命军的基地被巴沙斯发现，黑胡子联系海军后闯入白土之地，有没有与龙爆发战斗还不清楚。世界会议期间，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之后多拉格的剧情可能会多一点，他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公开。目前漫画正在讲述暴君熊的回忆，路飞的母亲也应该出场了吧。恩克斯透露白胡子的真实战斗力已经不配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与前海贼王罗杰有着相同的弱点。白胡子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赏金高达50亿4600万贝利，拥有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也是罗杰死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当年白胡子在无名小岛遇到罗杰海贼团，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斗，白胡子与罗杰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可见两人的实力属于同一水平。吴老星对白胡子的实力非常忌惮，得知他与香克斯见面非常紧张，认为香克斯和白胡子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让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实力。香克斯1岁的时候就在罗杰船上，对白胡子真正的战斗力也很清楚。为了不让艾斯去追杀得到暗暗果实的黑胡子，独自一人登上莫比迪克号，面对白胡子一点也没有示弱，拿出佩刀格里芬与丛云切进行战斗。可见在香克斯的心目中，白胡子虽然很强，自己也完全不会弱于对方。顶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战国就让手下10万精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便人数上占据优势，一旦大意也会战败，因为对手是最强的白胡子。卡普与战国的态度一样，一再告诫手下的人，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鹰眼和白胡子一样都拥有最强称号，可是鹰眼却认为实力相比对方差很多。相比大将黄猿和青雉，赤犬很认可白胡子的强大，前期不敢主动参战，靠着使用奸计策反斯库亚德，让白胡子的身体被刺穿后才敢与之战斗。赤犬虽然嘴上调侃白胡子不中用，行动上却认定自己打不赢对方。见到艾斯丧命后的白胡子特别愤怒，用出最后的力量狠狠揍了赤犬一顿。假如是年轻没有伤病的白胡子去马林饭多，赤犬的脑袋必定留不到战争结束。凯多和白胡子都曾是洛克斯的成员，双方的战斗力强弱也应该很清楚。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强调说，白胡子是能与他生死决斗的强者。不过凯多认为白胡子和罗杰都很幼稚，没有称霸世界的决心。巴雷特的梦想是击败罗杰，得知罗杰身患绝症后，他决定成为世界最强，对白胡子的战斗力也很认可，评价白胡子是拥有怪力的老头。不过巴雷特还强调白胡子和罗杰一样，都有把同伴看得非常重要的缺点，这也导致白胡子带领所有人去救艾斯，才在海军基地马林饭多丢掉性命。不管是香克斯还是巴雷特，他们眼中的老年白胡子都不算世界最强男人了。香克斯的身世终于公开，父亲是天龙人中的顶级强者，暴君熊的父亲在对战露娜利亚一族中丧命。海贼王漫画1095话前2波情报已经更新，坏消息是下周休刊，更新2期休刊1期真是太煎熬。本话的标题是生不如死的世界。38年前神之谷大战的经过公开，剧情紧接上一话，波尼刺穿萨坦圣的身体后，进入到暴君熊的一段回忆。在38年前的神之谷，天龙人举办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竞技比赛，他们让世界上各个种族的奴隶展开决斗，用厮杀的方式选出最强奴隶。这次决斗会导致一个后果，
神之谷上原本的居民会被全部杀掉。从暴君雄的记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父亲也参与了那场战斗，很可惜没能坚持到最后，在对抗被称为神的路纳利亚一族时丧命。不出意外，暴君雄的种族很特别，有强大的基因才成为贝加庞克的试验品。看来暴君雄非会圣地玛丽乔亚的秘密，也会在1905话中找到答案。在那场最强奴隶的决斗中，年轻的费加兰德加林圣也在场，是一位没有留胡子的大帅哥，但是发型相比其他人依旧是非常特别。从外貌上可以确定，他与现在的香克斯一模一样，应该有血缘关系。在剧场版《红发歌姬》的剧情中有透露，香克斯与费加兰德家族有关系，而且小时候的香克斯就是罗杰在神之谷大战后从宝箱中发现的。如此来看，香克斯的身世基本可以确定，就是来自费加兰德家族的天龙人。当初在圣地玛丽乔亚面见吴老星的人，很可能就是香克斯的兄弟。他要讨论的海贼就是四皇香克斯。如此来看，剧情也相对合理一些。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值得期待，就是巴基的身世，他也来自神之谷大战。难道真的像海米讨论的那样，巴基是洛克斯的儿子，也来自地之一族？看来巴基当初说要当海贼王的那句牛批，很大概率也会实现了。赤犬能与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青雉也能让黑胡子不敢动手战斗。黄猿为何会被武当路飞一拳爆头？是妮卡太强，还是黄猿太弱呢？从4个方面能得到答案。第一是黄猿坚持模棱两可的正义，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认真。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团灭超新星，却没有将任何一人抓捕去监狱。后来对付草帽团一伙，黄猿也没有下杀手，踩着索隆练习高抬腿，直到冥王雷利出现，一拖鞋踹飞自己的光速踢，让草帽一伙逃生。在弹头岛遇到草帽团，黄猿依旧没有认真战斗，才导致对战路飞时完败。第二个原因是黄猿在执行任务，首要目标是将贝加庞克抹除，在与路飞战斗的同时，还要分心去找贝加庞克，导致没有用全力。黄猿虽然是和赤犬齐名的海军大将，至今也没有展示过超强的实力。顶上战争面对红发团的黄副本贝克曼，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现在与真正的四皇路飞战斗，黄猿处于分心状态，被爆头也理所当然。第三个原因就像前大将泽法说的那样，黄猿太过依赖恶魔果实，面对弱者有绝对碾压的实力，对战顶级强者时就显得非常吃力。当年在马林范多攻击白胡子，八尺琼勾玉被马尔科用身体挡住，不仅没有对小马哥造成任何伤害，自己还被对方一脚踹飞。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黄猿当着红发海贼团的面攻击乌塔，光速移动也被香克斯的瞬间移动压制，担心脑袋落地乖乖举手投降。对战路飞的时候也能看出来，闪闪果实的攻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管黄猿使用什么样的招式，都能被路飞天马行空的招式化解。黄猿太依赖果实，导致霸气修炼不强，在顶级强者的战斗中处于劣势。凯多老师就曾说过，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不管是罗杰还是白胡子，在对待强者的时候，都会用霸王色缠绕攻击。黄猿连霸王色霸气都没有展示过，显然打不过掌握觉醒和霸缠的路飞。第四个原因就像海米一直讨论的那样，黄猿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军，虽然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但从黄猿对待草帽团的战况可以确定，当初在香波地群岛，黄猿能瞬间秒杀超新星，却没有立马干掉索隆。还有在顶上战争的时候，黄猿每次攻击路飞都有在救人的嫌疑。最重要的是，黄猿吊儿郎当的表情与变成小老头的路飞一模一样。如果黄猿真是路飞的好舅舅，被武当路飞爆头有是一次演技的提升。3.6 个已经重生的恶魔果实，成就三皇一帝。不过有2个神级能力惨遭浪费。第一个是超人系阵阵果实，上任能力者是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当初去马林范多救艾斯，白胡子展示过毁灭世界的力量，就连英雄卡普也感到畏惧，让手下的海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拖着重伤的身体暴揍赤犬一顿，差点让赤犬跌入大海丧命。白胡子死后，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立马就叫嚣自己是最强男人。黑胡子显然是在吹牛逼，被变成大佛形态的战国一巴掌拍吐血。还有面对香克斯的红发海贼团，他也不敢应战，带着手下乖乖离开。黑胡子对阵阵果实的开发并不好，没有达到白胡子毁天灭地的高度，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狠狠揍了一顿。第二个超人系魂魂果实，第一任能力者是莫罗修女，她没能用魂魂果实提升战斗力，最终被爆发事实症的玲玲吃掉。大妈利用魂魂果实带来的力量，一步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不仅可以利用灵魂创造霍米兹战斗，还能利用寿命进行治疗和提升实力。可惜的是没能将魂魂果实觉醒。
轩辕找出尼卡果实的2个弱点，赤犬打路飞居然有天生的优势。自从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就有海米在讨论他的弱点。有人说路飞战斗太消耗体力，战斗一段时间后就会变成小老头。不过尼卡果实有心脏之骨，只要鼓声响起就能变成精神小伙。还有人说路飞一直在消耗生命战斗，寿命不足就是最大的弱点。顶级强者之间的战斗最多也就10几天完结，寿命少并不会影响结果。目前黄猿在弹头岛对战路飞，可以发现路飞的武当存在2个弱点。第一个就是害怕利器，也就是刀剑攻击。橡胶果实一直存在这个弱点。顶上战争的时候，路飞还不会武装色，遇到使用刀剑攻击的敌人都是劣势。中将无属并不算什么顶级强者，却能把路飞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与世界最强剑豪鹰眼战斗，面对黑刀叶的攻击，路飞也只能逃跑。现在路飞的武装色已经很强了，可在对战黄猿的时候，脸颊依旧被划伤，可见路飞即便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依旧害怕刀剑等利器的攻击。第2个弱点是害怕高温攻击，路飞不仅一次表示自己要被烫死了，为了保护贝加庞克和同伴们，路飞直接吃掉黄猿射出的激光束，随后就表示自己要被烫死了。橡胶害怕高温的弱点被体现出来，当初5位超新星在鬼岛对战双四皇，凯多吐出的热息直接命中路飞，4档状态下的路飞毫发无伤，因为他用橡胶的韧性抵挡住了火焰。后来5档状态下的路飞被热息打中，直接被烧成黑炭模样，凭借心脏之骨的超强恢复力，才化解凯多热息带来的火焰伤害。进入最终的决战时，路飞将拳头变成鬼岛大小，凯多则化身火焰巨龙，两人的招式发生碰撞，路飞被烧得哇哇大叫，说自己要被烫死了。从对战黄猿和凯多的2场战斗，都能看出武当路飞很害怕高温攻击，这不禁让人担忧路飞与赤犬的战斗。从立场上说，海贼与海军必有一战；从个人情感上说，赤犬在马林范多干掉艾斯，路飞必须得为兄长报仇。赤犬是自然系岩浆果实能力者，尾田曾强调他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而且岩浆的温度特别高，能将艾斯的火焰燃烧。融化橡胶不算难事，单从恶魔果实的属性上来看，赤犬打武当路飞有明显的优势。不过凯多老师曾说过，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路飞已经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可以不用接触对敌人造成伤害，不用接触赤犬制造的岩浆也能战斗。如此来看，路飞还会怕赤犬吗？两位拥有最强称号的四皇祭坛，用武装色霸气征服索隆的光月玉田。赤犬认为他的战斗力已经超越大将，光月玉田的实力定位一直备受海米争议。有人说他是四皇级别，毕竟20年前差点击败年轻的凯多；也有人说他也就四皇副手级别。在白胡子海贼团就是2番队长。当年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白胡子带着手下的人来到和之国，玉田为了出海冒险与白胡子战斗，起初两人打得有来有回。当白胡子使用阵阵果实后，玉田没能抵挡住，被一拳头打飞。随后白胡子表示玉田太强大，不适合让如此强大的人当伙伴。可见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称号的白胡子对当年的玉田也是有所忌惮。登上白胡子的船后，玉田在大海上驰骋，经常霸占报纸的头条。后来与罗杰海贼团相遇，玉田一个人冲在前面，瞬间干掉几个小喽啰。雷利和贾巴立马站了出来，亮出手中的兵器准备阻挡光月玉田。两人是海贼王的左右手，居然想着联手出击，也是认可玉田的强大。后来玉田与贾巴大战3天3夜不分胜负，实力至少不输任何黄蜂。不过玉田对战罗杰可谓一招被魔，没能挡住霸王色缠绕神臂的攻击，被打飞的玉田一脸疑惑的表情，可见他并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缠攻击。罗杰抵达拉夫德鲁后解散海贼团，玉田也在雷利的护送下回到和之国，见到妻儿被大蛇将军欺负，一个人去报仇却没能攻破屏障果实的防御。当时的凯多也不敢对抗玉田，用谎言争取5年的时间来提升战斗力。到了真正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巨龙形态的凯多也被砍伤腹部，靠着黑炭木蝉的轨迹才得以获胜。可见当时的凯多并不能完胜玉田。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认可玉田以实力对抗自己。索隆没有见过光月玉田比，却被他的武装色霸气彻底征服。对战岩灾尽的时候，妖刀炎魔出来捣乱，擅自释放索隆的武装色。索隆也感叹道，光月玉田的到底有多强的霸气，才能控制住炎魔？可见在索隆看来，自己的实力相比当年的玉田还有不小的差距。得知大妈去和之国找凯多后，赤犬以武士太强大为由拒绝黄猿出差。和之国闭关锁国几百年，只有光月玉田出海展示过武士的实力，赤犬不敢让黄猿去处理和之国事件，也是认定玉田有超越大将的实力。后来赤犬派遣绿牛去和之国善后，特意叮嘱他不要去招惹路飞和武士们。如此来看，玉田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四皇水准？洛克斯海贼团全部船员的下落公开，黑胡子干掉2人，目前还活着的人只有2个。在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中，卡普与罗杰联手击溃洛克斯海贼团，船长洛克斯与神之谷一起沉入大海，不出意外是丧命大海之中。据说洛克斯是暗果实能力者，黑胡子就是继承了他的意志。金狮子组建飞空海贼团，曾经在埃特沃尔差点击败罗杰海贼团，后来罗杰向海军自首，金狮子脑袋发热，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卡普和战国两手经过3天3夜的鏖战，才将他击败，关入推进城。金狮子的确是一个狠人，自己砍断双脚，从海底监狱逃了出来，居然绑架那枚给自己当航海士。
最终被路飞击败，再次进入监狱。约翰船长已经确定死亡，尸体就在莫利亚的僵尸大军之中，还有银斧的下落至今不明。据说他的尸体也被莫利亚找到。他和约翰船长都是传说海贼，是谁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干掉他二人呢？大妈也曾是洛克斯海贼团的人，不过他对自己船长并不忠心，告诉还是少年的凯多，让对方小心洛克斯，自己会成为海贼王。之后大妈组建 Big Mom 海贼团，成为四皇，赏金达到43亿8800万。为了复活曾经的洛克斯海贼团，来到和之国找凯多组成同盟，最终被基德和罗两位超新星开启恶魔果实觉醒能力击败。凯多吃下大妈的鱼果实后，靠着强大的实力组建百兽海贼团，联手大蛇将军霸占和之国，企图以此为据点发动最大规模的战争。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凯多转变成一位技能速成般的好老师，不仅帮助路飞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还让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最终被路飞击败之后，与大妈一起泡岩浆澡，两人应该都丧命了。白胡子是洛克斯海贼团发展最好的人，靠着收儿子成为四皇，个人实力也是最顶级的存在。曾经与罗杰单挑场面上不落下风，去马林饭多救艾斯。白胡子轮番对战海军大将，身受重伤，最终被黑胡子海贼团围攻丧命。阵阵果实的能力也被黑胡子得到。洛克斯海贼团覆灭之后，王直霸占蜂巢岛作为根据地。黑胡子在1年前攻打蜂巢岛，在科比的帮助下才勉强获胜。根据黑胡子的性格来看，王直的结局应该与白胡子一样。Miss 巴金应该是洛克斯海贼团最弱的人，不过是一位大美女，司徒西就是他的克隆人，也难怪年轻的白胡子会与他有一腿。白胡子海贼团覆灭之后，Miss 巴金带着白二世抢夺白胡子的财宝，结果白二世被大将绿牛抓走，他正在让马尔科去海底监狱救人。众人得知凯多战败后都有何反应？香克斯立马决定与路飞为敌。黑胡子居然成为获利最大的人，随着鬼岛般大的拳头砸在巨龙身上，和之国战争也宣告完结。霍金斯对德雷克袒露心声，当初已经算到凯多会战败，那个1%存活的人是自己，不过碍于面子才没有背叛凯多。德雷克并没有怜悯霍金斯，路飞能击败凯多让他也很欣慰。作为凯多的女儿，大和居然是最开心的人。一直抱着受伤的路飞，得知路飞恢复意识之后，又以凯多女儿的身份搞定百兽海贼团，甚至还告诉草帽团众人，他将以路飞伙伴的身份一起出海冒险。赤犬得知凯多战败后，派遣大将绿牛在1周后抵达和之国。看来当初没让黄猿去和之国，不是畏惧武士，而是在畏惧凯多。赤犬还特意叮嘱绿牛，只要收拾残局即可，千万不要惹路飞和武士。可见赤犬已经认可现在的路飞，不敢让海军与四皇正面交战。香克斯得知路飞击败凯多后，很是欣慰地来到和之国近海，不过并不打算与路飞见一面，因为他决定成为路飞接下来的对手，加入争夺 One Piece 行列中。与草帽团开战也是早晚的事情。不过香克斯用霸王色喝退绿牛，也是为路飞解决了一个小麻烦。与此同时，香克斯还要去找巴托洛米奥，解决闯入红发海贼团地盘的事情。吴老星对凯多战败早有心理准备，派遣军舰准备霸占和之国。当得知凯多和大妈陨落后，5个老头还是表现出了震惊。不过庆幸的是，相主已经离开，表明和之国不会立马选择开国。看到路飞的悬赏令后，吴老星彻底慌张了，要求立马撤回。他们担心路飞武当的模样传遍世界，让众人知道太阳神尼卡的存在。后来萨坦圣亲自前往弹头岛，应该就是为了解决掉路飞吧。黑胡子知道凯多战败后，率队出发，并没有直接到和之国捡漏，而是停留在圣者岛，打算蹲守基德、路飞和罗其中的一人，目标就是从他们3个人手中抢夺从凯多那里得到的路标正文。黑胡子运气非常好，没有遇到草帽团，而是蹲守到罗的红星海贼团。罗的表现配得上30亿的赏金，利用果实觉醒能力暴揍黑胡子一顿。不过在黑胡子使用暗暗果实后，极地潜水号被毁，红星海贼团也战败。经过此战，黑胡子得到路标历史正文，距离通往拉夫德鲁又进一步，剩下的一块路标历史正文很可能就藏在巨人岛埃尔巴福。红发海贼团已经从那里离开，应该已经得到了历史正文。黑胡子想要争夺 One Piece， 与红发海贼团一战将不可避免。卡普到底能不能干掉赤犬？星智直接把答案告诉了黑胡子。当年在顶上战争，赤犬用一记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紧接着又要对路飞出手，好在圣平舍命挡住赤犬的攻击。卡普见状彻底愤怒，径直朝着赤犬走去，嘴里念叨着干掉赤犬。战国立马一巴掌按住卡普的脑袋，好像是在担忧赤犬的生命安全。当时卡普已经步入晚年，真的有实力干掉当打之年的赤犬吗？卡普是海军英雄，40年前在神之谷联手罗杰击溃洛克斯海贼团，那场战斗神之骑士团也有参与，并不能确定卡普能击败洛克斯。后来又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战斗力绝对不在当今四皇之下。赤犬作为海军大将，与多位四皇有过正面交手，结果都是不尽人意。顶上战争刚开打那会，面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赤犬不敢直接战斗，瑟反斯库亚德赤刺穿白胡子胸膛后，才敢与世界最强男人交手。后来被重伤的白胡子一拳爆头，跌入地面的裂缝之中，差点丢掉性命。对科比出手被香克斯挡下后，
赤犬吓得脸颊流汗不敢动弹，眼睁睁看着巴基把路飞送到罗手中。也是自认战斗力不如香克斯，对黑胡子海贼团是赤犬很刚猛，一个人站在船头将黑胡子吓跑。当时黑胡子的目标是壮大团队，不选择战斗不代表打不过赤犬。卡普去蜂巢岛救徒弟克比，终于展示了一波海军英雄的真正实力，一记霸王色缠绕攻击银河冲击，几乎将一座城镇瞬间摧毁。青雉作为卡普的首席大弟子，也最清楚师傅有多强的战斗力，还没与卡普开战就来了一句：“你是要杀死自己的大徒弟吗？”从青雉的话可以判断出，即便是老年卡普也有干掉海军大将的实力。随后卡普使用一招海底魔匣，将青雉直接打入地底之下受伤。青雉与赤犬是多年老同事，对彼此的战斗力也应该很了解。两人为了争夺海军元帅，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将岛屿的一半变成冰天雪地，另一半变成熔岩火海。最终青雉被打断一条腿，以微弱的劣势战败。两人实力很接近。后来青雉离开海军之后，在某座无名小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面对挑衅，青雉没有手下留情，直接冰封秒杀圣湖安恶郎等人。当被询问与赤犬的那场决斗时，青雉直接告诉黑胡子海贼团众人，自己虽然战败了，也给赤犬留下一身的伤疤。从此可以确定，青雉与赤犬的战斗力应该属于同一水平。青雉对战老年卡普时，自认卡普的战斗力足够杀掉自己，从中是否可以确定卡普对战赤犬也有实力干掉对方呢？自从路飞在鬼岛击败凯多之后，就有海米在讨论现在的草帽团能击败几位海军大将。在漫画1901话中，尾田通过陆琪给出了一个答案。当年白胡子带队去马林饭多救艾斯，海军出动众多中将和3位大将，外加5位王下七武海。在白胡子被斯库亚德刺穿身体前，战局一直处于焦灼状态，3位海军大将轮番攻击，都没能对白胡子造成任何伤害。马尔科对战大将黄猿，挡下8尺琼勾玉后一脚将其踢飞。钻石乔兹与大将青雉战斗，也能将对方撞飞受伤，嘴角流血。如果白胡子没有受到暗算，顶上战争的胜负还真不好确定。后来红发海贼团来到马林饭多，战国选择给香克斯面子终止战争。当时黑胡子海贼团已经离开，3位大将还有继续战斗的能力，海军不敢与红发海贼团战斗，可以认定四皇团能抗衡所有大将。现在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黄猿已经与路飞正面爆发冲突，陆琪立马背叛与路飞的联盟，偷袭贝加庞克却被索隆挡住，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有他和黄猿在，就能灭掉草帽团所有人。陆琪虽然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战斗力也不会超过海军大将，难道说现在的草帽团连2位大将都打不过吗？这玩笑开大了。目前路飞的对手是大将黄猿，刚开始交战还看不出谁占据优势，路飞露出一脸自信的笑容，强调比在香波地群岛强100倍。在鬼岛屋顶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路飞觉醒换受众尼卡果实，外加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战斗力完全不输给任何大将。虽然说黄猿至今没拿出全力战斗，想打赢现在的路飞也非常困难。陆琪当上 CP9 之后可谓非常嚣张，对待元帅赤犬一点面子不给，在剧场版中与萨博有过战斗，两人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不过对战武当状态下的路飞，可以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综合来看，陆琪的战斗力最多也就是接近海军大将的水平。索隆在和之国的实力提升很大，得到妖刀研磨让武装色升级，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在凯多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又在对战岩灾境时觉醒霸王色，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大将。陆琪与索隆的对决，不能保证索隆会完胜，至少不会输吧。草帽团中还有山治、盛平和罗宾，都有大看板级别的战斗力。娜美得到宙斯之后，成为真正的天后女王，战力输出也很强。这几个人联合起来战斗，对抗一位海军大将完全不是问题。陆琪说和黄猿就能搞定草帽团，怎么看都是一个笑话了吧？黑胡子居然存在5个致命缺陷，白胡子丧命马林范多的原因就在其中，想要吃掉手术果实也是为了弥补缺陷。在顶上战争见到重伤的老爹，黑胡子立马上前攻击，用暗果实的引力吸收震荡波，还不忘叫嚣着白胡子的时代已经过。不料被白胡子抓住破绽砍中胸膛，疼得满地打滚喊爸爸饶命。白胡子也强调说，性格太过傲慢就是黑胡子的弱点。在对战罗的时候，黑胡子也暴露出傲慢的缺陷，只使用阵果实战斗，结果被罗用觉醒能力揍了一顿，发动暗果实的能力，才将红星海贼团完全摧毁。如果遇到赤犬这样的强者，黑胡子的傲慢会让自己脑袋落地。当年黑胡子向艾斯展示暗果实，强调拥有世界上最邪恶的力量，也表明缺点是不能让身体元素化，而且会让能力者的疼痛感加倍。虽然说黑胡子有特别强的忍受能力，强烈的伤痛也会影响到战斗表现，在对抗顶级强者的战斗中，稍微出现一丁点纰漏就会丢掉性命。当年白胡子去马林范多救艾斯之前，已经是伤病满身，整天挂着点滴。相比同年龄段的战国和卡普，身体状态有了巨大的差距。有不少海米认为是白胡子贪恋美色所致，身边有一群粉色衣服女护士，也有海米说是阵果实导致。获得能毁灭世界的力量后，就得像黑胡子一样付出代价，让身体承受到更多的伤害。路飞吃下传说中的幻兽尼卡果实，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寿命。黑胡子现在拥有2个神级果实，对身体的反噬必定会比白胡子更大。击败罗后，黑胡子想要吃手术果实，
应该就是防止身体被反噬吧。和之国大战完结后，黑胡子在圣者岛蹲守到罗的红星海贼团，在与罗的战斗中，黑胡子只使用阵阵果实，被罗狠狠揍了一顿。随后，黑胡子开启暗暗果实猛攻，还强调会依靠果实能力不断进攻。从此也能确定黑胡子的一个弱点，就是太依赖恶魔果实战斗。凯多已经告诉过路飞，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罗也证明过凯多的话，用强大的霸气驱散毒 Q 并果实的能力，而且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黑胡子至今也没有展示过。太依赖恶魔果实导致霸气修炼不强，会让他在今后的战斗中吃亏。黑胡子海贼团的组建也存在缺陷，都是强者却不是非常团结。在海底监狱招募到的伙伴，基本都当过雄霸一方的大海贼，他们愿意跟随黑胡子，也都是想着能逃出海底监狱获得自由。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不够，就像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一样，一旦成员之间爆发冲突，黑胡子海贼团破灭也就不会远了。索隆即将与大将黄猿开战，香克斯已经集齐4块路标正文。海贼王第1080话情报解析：弹头岛上的赤天使全部战败，他们被关押在巨大的泡泡球中。赤天使女帝是个例外，她和汉库克一样被路飞彻底征服。如果这一幕被汉库克看到，会发起进攻击溃赤天使女帝吗？从这场战斗来看，赤天使的实力很强，但相比七武海有很大差距。五老星萨坦圣主动给路飞打电话，他想与路飞商讨弹头岛的事情。还没等萨坦圣开口，路飞立马朝着电话吼道：“自己要成为海贼王！”这一幕对海米来说很熟悉，只要草帽团的电话响起，路飞都会这样做。摩格斯偷听到萨坦圣与路飞的通话，盘算着如何添油加醋引爆舆论。挂断电话之后，草帽团集合在一起，商讨着如何逃离弹头岛。罗宾也参加了讨论。上一话没有出现，并不是遭遇到了危险。路飞决定通过贝加庞克研制的机器去巨人岛埃尔巴夫冒险。不过欲望约克对防护壁设置了密码，没人能够从弹头岛离开。黄猿得知 CP0 的几个人已经与草帽团一伙组成联盟，立马使用8尺镜抵达弹头岛。刚落地就碰到了老部下战桃丸，黄猿使用招牌技能光速踢，不过被战桃丸结结实实挡了下来。随后战桃丸吹牛皮说：“我的防御可以全世界最强的。”完全忘记就在不久前被陆琪用纸枪贯穿身体受伤的事情。就在此时，路飞用见闻色察觉到有一位强者登陆弹头岛，这见闻色多少有点滞后，黄猿都开打了，他才察觉到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阻挡黄猿的进攻，掩护草帽团离开呢？有五老星的萨坦圣在，黄猿最多算是敌方的第2战力输出，索隆出马最合适。两人在香波地群岛交战过，索隆被按在地上摩擦，现在有妖刀研磨的提升，也觉醒了霸王色，挡住黄猿不算难事。草帽团的下一站是埃尔巴夫，也表明那里有一块路标历史证明。香克斯在和之国近海就说过，他要加入 One Piece 的争夺战，紧接着就来到埃尔巴夫，也一定拿到了埃尔巴夫的路标历史正文。好巧不巧又遇上了铁头王基德，一招神臂轻松将对搞定，也拿走了基德手中的路标正文。香克斯已经集齐了4块路标正文，一旦草帽团抵达埃尔巴夫，就会看到被红发击败的基德和基拉。这两人刚在和之国与路飞联手，接下来很可能会继续协助路飞。还有被黑胡子击溃的罗，失去了伙伴和海贼船极地潜水好，大概率与路飞再次结盟。3大船长一起去拉夫德鲁找 One Piece。